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特洛伊战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在之前也是做过好几个影片跟大家说明啦，但是也只是从官方的影片上看到的一些特别的东西。今天就去申请了测试服的体验啦。虽然我自己的王国也是报名了这个剧本，不过我们可以抢先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过这边先跟大家声明一下，这个是测试服，所以跟正式服那边可能会有一点的不同，所以跟你们正式版看到不一样呢，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祝福，那关于祝福方面的一些解说啊，还有他们的加成有什么东西呢，我在之前就已经有跟大家讲过了，只是我们可以从这边的影片中看到更加仔细它是怎样去触发的。所以如果是想你们要拿到一些卷轴啊，又或者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技能是可以让你们直接领取4个小时之内的一些资源产量的话，你们就要去它天赋类似天赋的部分那边点选才可以领取到。但是你们要注意看哦，随着编年史进程解锁之后可以更换1次神明祝福，所以要我们小心去选择。那我们来看一下编年史好了，什么情况下可以更换我们的神明祝福呢？等级器的升低开放了之后才有机会去更换。那这个更换时间差不多就是在关卡7开放之前，关卡6开放之后，所以要等蛮长一段时间才可以更换哦。在关卡4的时候基本上你们是没有办法更换的。那么到最后皇庭之前有没有机会更换呢？也是没有的，所以基本上你们就只能在战斗的这一段期间更换1次而已，真的是需要小心谨慎的去选择。不过至少可以给我们体验到2种不同的神明祝福，因为不是每个祝福都是玩家需要用到的嘛。当然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好奇阿尔特弥斯的技能，这个感觉会比较神奇一点啊。当然有一些玩家他们说可以用在温泉啊，可以用在扫田啊，或者是用在一些其他的地方。但阿尔特弥斯他的技能也是有很大的缺点啊，就是只能用1次而已。当然1次的部分是让那些野蛮人城寨或者是资源点消失的部分，这个或许可以让自己找到签称的地方自己签称过去啊，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其他像这个传送的话，就可能你们要抱团或者是你集合比较慢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传送。冷却时间180分钟，就是相当于你们要等3个小时。隐身这个部分也是需要等3个小时。雅典娜这个有一些玩家说可以给小号用啊，但是像你们刚刚所看到的，你要用也不是这么简单，而且也是需要解锁才可以使用哦。就比方说我选择阿尔特弥斯的技能好了，你们看到吗？在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是需要累积信仰值才可以去提升，那它激活的话是需要用到祝福点。目前我的祝福点有30个。祝福点是如何获取的呢？首先你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这里就有写到完成一些驻地任务，奥林匹斯对决中期结算，就是你们击杀了多少部队的时候它中间会有一个结算的，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祝福经验值。不过通常我们都是从驻地那边获得啦，等你那个经验值累积了之后你就可以获得祝福点。但是如果你们要激活的话就需要用到祝福点，祝福点用了之后它就会消耗掉，然后你们就可以慢慢提升。那提升到后面的时候你就需要用到越来越多的祝福点去解锁。像因为我这个是测试服嘛，所以很早就已经有祝福点了，我可以先把它点开。那这个加号是什么呢？原来它可以指定说你要哪一位统帅才有这个效果这样子的话其实它这个技能也不算是完全的方便去使用啊。因为假设说你选择了一些统帅是你没有用到的，或者是那个统帅在战斗中突然阵亡的话，那就可能就用不了这个技能了。它还有一个祝福币恢复的速度提升50%。那首先就是铸造币的储存量上限提升至50，铸造币是这个东西，它要30分钟可以恢复3枚，这样你提升的越多之后你就可以消耗越多。那它这个铸造币是拿来干嘛用的呢？就是当你要发动这些技能的时候就需要用到铸造币，所以你可以增加它的扩容是好事情啊，之后就方便你去使用。醒觉速度提升10%，这个是提升这个技能，就是你击杀了敌方的T4等级以上部队
在重伤阵亡之后可以获得额外的金币，点击了这个之后就可以额外获取100万的资源。那这个技能就是之前有介绍过的，你可以把你的部队传送过去。下面的话这里就有包括，当你开启了这个技能之后，你把这个资源点消失，同时间会获得这个资源点50%的资源。这个技能还蛮好的，我个人觉得，但是它一天只能用一次而已。可是它又多出了这个技能原本你只能用一次而已，现在变成2次了。如果你解锁了这个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数字也是提升了，这样也蛮好的。然后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的部队隐身，你可以看到绿色的烟雾，它也可以提升你的行军速度。这个在其他剧本中也是有看到类似的技能啦。这个是铸造币的恢复速度提升50%，那你们可以看到它速度是提升了，之前更慢一点。这个是这个技能的隐身效果时间额外增加50%，这个是可以隐身的部队又额外增加了2支部队，从原本的5支变成7支部队，持续时间增加50%。当你开启这个技能的时候，所需要用到的铸造币减少20%。至于这边的话，应该就是上面这边的技能了。所有被转移的部队行军速度提升20%，非战斗状态下行军速度额外提升30%，持续3分钟。然后这边可以转移的部队额外增加4个，传送的范围增加50%，你那范围越来越广。开启技能消耗的铸造币减少20%，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现在从原本可以传送10支部队变成14支部队了。那如果我想要看其他的祝福呢，是已经不能了。当你选择了之后，你就只能看这一边而已，你不能再转换了。你唯一能转换的时候，就是要等那个编年史解锁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地图吧。那之前我猜测过，它地图有个小小的岛屿，是否是有特别的东西在那边？那我们过去看看一下。原来奥林匹斯决斗场就在这边哦。跟我猜测的一样，它是真的有东西在这里的。那这边小小的岛屿是什么？只是一些装饰而已啦。所以我们1对1对决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因为我的编年史这边是还没有开启决斗场的。我这边要开启决斗场要等到关卡5这个时期，就是跟关卡5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开放了。那之前我有预计过它这个地图应该是跟英雄战歌差不多，就连它门口的摆放位置也是差不多的应该。所以它关卡5开放的时候，确实进来这里是一个安全期啦，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可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它这边是有关卡9，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打完皇庭之后，从这个地方进入这个关卡室里面战斗就多了一个关卡9的门口。但是其他部分的话，其实跟英雄战歌类似差不多啦，只是地图的形状有一点不太一样而已，只是有一个额外的特色啦。不过我本人是有预计到这边可能是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在这边啦，只是没有想到它是直接把那个决斗场放在这里了。那问题来了，这个地方它的驻地任务有没有一些驻地技能呢？从这里看下来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可以获得祝福经验值。它祝福经验值会不会随着等级提升拿的比较多呢？这边并没有写，它只是说水晶加工速度提升多少而已，所以相信这个应该不会提升吧。捐献3个优秀品质皮革也是拿到150个。那我们再看一下别的，好像是没有改动的，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你在科技研究院使用加速的时候，你拿到的水晶其实是比起你用装备材料去捐献还可以拿到更加多的水晶，但是它这边的祝福经验值是没有提升的，所以我个人推测下来，它的祝福经验值应该是保持在150，不会增加更多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吧。木马及木马要塞，它可以走来走去的。近战部队可直接攻击木马原来可以被攻击的，造成固定的坚固度伤害，驻防于木马内的部队被木马保护，不会受到伤害所以它是这个木马保护部队，你的部队不会被打，反而是外面会被打。因为一般我们驻防要塞旗帜通常是我们的部队被打，建筑物不会这么快被打下来，它的耐久度不会被打下来，反而是你点燃了之后才会被打。同时联盟盟主及顾问可以控制木马快关所以一般玩家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就算我演示给你们看，你们也不能操作，我们只能看而已。未开启移动的木马无法行军，现在是不可移动状态，所以如果他要给他移动的话，他就必须要把这个给开启。这个就是它的坚固度，它的坚固度有3万，那可以看到它是来自哪一个联盟。那可以建立的数量呢是在一个军团里面，每个联盟都可以建一个，所以到了后期你的军团可以加入5个联盟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到5个木马。那因为这个是测试服的关系没有这么多个联盟
们啊，所以暂时我们只能看那一个而已。这一期它的地方呢都是差不多一样的。至于阿卡琉斯跟赫克托尔的密室呢，因为现在还没有解锁因为它测试服的时间没有这么长，所以也没有办法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它解锁了之后把那个密室放在赫克托尔的身上会变成怎样。特洛伊城哦，它应该是根据它那个剧本短片那边所制作出来的那个建筑物吧，看起来有一点相似，但是又有一点像埃及的风格。可是你们记得吗？就是这张图片呢，我在之前也是有跟大家分析过，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是跟我们现在游戏里面看到的是几乎是一样的，只是角度不同而已。那旁边还是有一些守护者，不过也相当于我们一般的地图啊也是这样子，你只能从4个角落进来而已。至于整体方面的话几乎是差不多的，开放时间也是差不多，所以它这边特洛伊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看了一下皇庭的地图，似乎并不太好去建这个地图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山啊都挡着了这里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如果你们是官员啊，你们要建旗帜的话应该会比较头痛一点了。这边我们建了一支旗帜嘛，那第二支旗帜你要跑到这个位置去建而且它那个位置这么小，你要怎么建呢？而且你看你前面就是挡着的路了，就变成说你不能从这条路去建造，那这样子看下来从这个门口出来的阵营也不太好受啊。这个阵营也是，它往前建的话就会被挡着，它必须要往斜建，而且往斜建的话都不确定有没有东西挡着，但是它往斜建从这个洞口一出来的时候就被挡着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建了，这个丢给官员他们去烦吧所以跟你们说，哎呀，官员的压力是真的很大，你们要顾虑一下人家，不要每天只会骂你的官员怎样怎样他们为了这个新地图应该会抓爆头啊，都不知道要怎样去调整那个旗帜的位置。占领了门口之后，他可以从这边开始建旗帜，第1根，然后这边第2根，第3、第4、第5、第6、第7、第8，差不多8根旗帜就可以接触到特洛伊城了，所以它这个距离不算太短了，就是比我想象中的皇庭还要再大一点点。我们先测试一下它那个技能吧，然后另外一个我可能放在步兵吧，或者是工兵上面，不过保守期间通常是放在步兵啊，因为我测试下来其实步兵的存活时间确实是比起其他兵种还要更长呢。那我们试试看好了。 OK， 那么如果你把滑鼠放在这边，你是没有办法就是预先看到你这个是什么技能啊，所以你们在使用技能之前最好先记住你这位统帅他的技能是什么东西。我们先用看看隐身的效果吧，然后他是隐身在哪里？哦，他在这里，我可以拉动吗？哦，是可以拉动的哦，然后他就会在这个范围把你的部队给隐身了。可是因为现在是我自己在操控的关系，我都不知道别人究竟能不能看到我的部队。那假设说我有一个部队进入田里面了呢，进去了，然后我出来呢，他还是隐身状态吗？哦，他就不是隐身状态了。这个，所以你们开了那个隐身状态之后，你就不要进入一些采集点什么之类的。诶，可是我这个秦始皇的部队出来也是这样子。等一下，我把全部部队拉开好了，他是不是离开了一个范围之后就没有办法再隐身了？可是我这个部队还在隐身状态耶，白起还在隐身状态耶，然后我归回去呢，全部回来，他们还是隐身状态吗？好像并不是耶，他不是每个部队都在隐身状态耶，他是只有部分而已吗？啊，这个让我有点困惑因为据我了解啦，就是你的部队如果有隐身的话，它应该会冒着绿色的烟雾才对的。但是现在只有看到2个步兵部队是有烟雾而已，但我不确定这个是 bug 还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OK， 那么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要点击我自己的部队，然后它可以传送走。在传送过程中我是没有办法移动的，其他部队可以移动，但是负责传送的那个部队是没有办法移动的。你就可以分开变成2个点了，然后传送去哪里？它传送来我这里吗？哦，我传送过去他们那边OK， 那么关于隐身的部分，我们再尝试看看好了。我上一次测试的时候没有办法全部部队都隐身了，这次我就站在中间试试看会不会全部队伍都隐身。OK， 那么我们现在把部队分开，看一下情况变成怎样，还是一样哦不过这一次变成有3个部队是有绿色的效果了，所以我感觉它好像是随机的样子，这个我不确定啦，因为这个还是测试版啊，所以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地方。 OK， 这个我们先放一边，暂时不要理它。接下来我们要测试看看就是亚瑟的传送技能，它是把我的亚瑟传送过去嘛，我这边派了一个部队跟着亚瑟好了。 OK， 目前我是已经分成2坨部队了，然后我开启亚瑟的技能，然后我现在就
就是需要点击要去哪一个地方，其他地方是不能点的，我只能点选自己的部队。不过它传送的时间其实还蛮久的，跟神策有的比啊。诶，我这个是传送失败了吗？感觉这个是 bug 来的。不过这个毕竟还是测试服啊，所以有一些问题也属于正常吧。因为照理来说，它应该是能够传送成功才对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等到正式版的时候才可以看到能不能成功。但如果是有一些技能是不需要选择部队的，就比方说一开始这个默认的技能，你只是需要选择资源点或者是野蛮人存在，它就可以帮你消除掉了。那你要点选哦，像这样子点了之后，它会出现这个按钮，当然你要集结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弄消失的话，你就按献祭。采集点也是，你要点选献祭，它才会消失。那我试试看这个好了，这个有一点远了。然后你不管哪一个部队都可以，可是你只有自己那个部队走到那个地方之后，才可以把那栋建筑给消失，所以要走蛮长一段路的。那我们看这个好了，这个用骑兵吧，快一点。但它走过去之后，还是需要等一段时间，它才会消失，不会消失到这么快，10秒。然后你们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月亮的标志，又消失了。我说放一下那个地图，它就消失了。它的特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野蛮人存在好了。野蛮人存在的话也是同样的时间啊。那我说放一下，又消失了。它那个特效。我不确定正式版会不会变成这样子，反正我玩测试版的时候是这样子啦。OK， 结束了。但它一般会默认自动回家，所以你们要记得去拉自己的部队。不过我不确定这个有没有效啦。如果你的王国是真的比较活跃，很多人去抢那个虔诚的位置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可能你就没有什么位置。但这种情况呢，只是属于那种先锋王国 A 王国会需要用到啦。但一般的 C 地主王国，其实你们战场上多的就是虔诚位置啊，不需要这么担心有没有虔诚的问题。主要是这两个技能还蛮好用的吧，你可以传送，然后可以把你的部队隐藏起来去扫田，可以当做像是埃及之战那样子使用啊。因为我记得在之前就是有玩家反馈过，能不能够把埃及之战的一些技能融入在 KVK 里面，没有想到策划他们真的是做出来了。这一期它的技能啊，就比方说远程的啊，又或者是治疗之类，提升一些 buff 的那些应该不需要解释了。我主要是觉得阿尔特弥斯的技能比较好玩而已，所以就选择了他的技能来做测试。不过其实跟埃及之战差不多，大同小异，只是数量方面会有一些不同而已。那么关于特洛伊战歌的内容暂时介绍到这里啊，因为它这个编年史其实还没有解锁很多东西啦，所以只能介绍一些我能够接触到的东西啦。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看法呢？不过再次声明啊，因为这个是测试服啊，所以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有一点点 bug， 或者是跟正式版会有所不同，一切要以游戏内为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有些遗漏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